碳权申请要求减碳或固碳效果要有永久性，这是什么意思啊？嗨，我是清慧博士，用大白话来帮你厘清复杂的碳权知识。虽然大家心中都对可以边减碳边赚钱的碳权有无限的遐想，但无奈现实啊，不只是骨感，都已经瘦到皮包骨了啊。前面呢，我们说碳权的申请要有可以适用的方法学，而方法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证明这个专案有实际的而且永久性的减碳或者是固碳的效果。也就是说，必须要能证明整个专案期间，每一期大概是20到30年的期间，要每年都可以持续维持和监测你的专案所宣称的减碳效果。所以啊，你心中大部分的减碳行为都会死在永久性 permanence 这个原则底下，因为要证明专案效益每年都有，而且可以维持长达数十年是非常困难的。这也是为何现在生活减碳的部分无法产生有效的方法学的主要原因哦。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全球目前都没有生活减碳的方法学，不是因为别人没想到，更有可能是因为别人已经尝试过了，但没有成功，或说还没成功。我们举吃素不吃肉好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减碳行为，没错。就算一个人影响小，但是我们可以众志成城。你想说我们找1万个人一起来吃素爱地球，一起申请碳权，不是很完美吗？而且绿色和平有算了，如果一个台湾人只要1天不吃肉，听说就可以减下2.4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那1万个人1年不吃肉，可以省下8760公吨，听起来是不是很棒来着？但是永久性这关你要怎么维持、证明和持续监测呢？先不说别的，要保证这1万个人可以在计划周期内都好好的、健康的活着，就已经是神之领域啦。所以是不是很困难来着啊？所以如果你想要边减碳边赚钱，请务必要考虑到这个永久性哦。好了，如果你不清楚怎么样可以帮自己的公司做最好的碳权规划的，那欢迎来找清慧博士咨询啊。让我用我的碳权专业帮你省下大把时间、大把精力之后，你才会有更多的时间好好去发展自己长期的减碳工作啊。好啦，如果你想要持续了解更多的碳权知识，请一定要订阅这个频道。要是你有任何对碳权的疑惑，也欢迎到盖亚律师塾的脸书社团找清慧博士解惑。今天就先到这里，我是清慧博士，我们下个影片见，嘿，拜拜。